大家好啊！上周的直播里，马小梅又透露了新的计划，她要带孩子去看熊猫了。趁着孩子们的秋假大约1周时间，马小梅打算带小玉儿和琳琳一起去成都看看可爱的大熊猫，吃火锅，还要打卡当地的特色小店。其实一开始，汪小菲提议去西安看兵马俑，但马小梅觉得孩子更喜欢熊猫，最后全家一致决定，这次就去成都。什么的？熊猫基地？不是成都的熊猫基地。是重庆的，就是要去成都前往重庆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对，卧龙，对，卧龙那个地方叫什么呀？那个熊猫的地方叫什么？重庆动物园是叫重庆动物园吗？不是，它就是专门里面就都是熊猫。哦，都江堰哦，对，那就是那里吧，我要去那里。然后我要去成都，我要去成都吃火锅。你们有推荐成都有什么好火锅可以推荐给我吗？我第一次去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这次的成都之旅可以说是一场温馨的家庭小聚会。兰姐特意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赶来与孙子孙女们会合。小梅妈妈也一路陪同，与汪家的2个孩子一同前往成都。当然还有小梅和飞总一家人久违的团聚。这趟旅程也因此多了几分温情与期待。11月2日，兰姐开开心心从北京出发成都了。这是我多少次去成都了，小强你知道吗？我做俏江南那是正宗川菜。光领奖去采购，去市场，去开店，去装修，起码有60、70趟，一天飞3个城市，哎，都得这么拼啊！年轻人哪有躺平的？知道我哪个城市朋友最多吗？这晚上我要约吓你一跳10桌。兰姐出发去成都前，在机场回忆当年做俏江南的日子，还感叹那时候一天能飞3个城市，真是拼啊！兰姐先到在酒店等她心心念念的小王子，小家伙为了见奶奶，还特意去理了发。我的小王子一会儿就来了，我小王子今天理发去了，为了见奶奶，他最不爱理发了。哎呦，我们小王子今天理发去了，看我们，给奶奶发一张理发去了，帅吗？理发呢，正理发呢，哎，都大小伙子了啊，大小伙了。同时，汪总也跟粉丝们报备，这趟成都之行不仅是为了带孩子看熊猫、吃火锅、逛小店，对他来说也是责任与温柔并行的一天。他笑着说，这次来成都不是只能玩，也有任务在身。一家人陆续从不同地方出发，妈妈从北京飞来，老婆一路陪同，丈母娘带着孩子抵达，家庭团队齐聚成都，而另一边公司总裁也赶来。选址餐饮、布局产品研发、品牌拓展，一个男人肩上的责任被切成好多份，既要顾公司，也要顾家庭。既是创业者，也是爸爸、儿子、丈夫。有人说，真正的成熟是懂得扛事业、扛家庭、扛未来。他笑称自己是打工人，但那种眼里有目标、心里有牵挂的状态，比任何头衔都值钱。一手事业，一手孩子，穿梭于会议与亲子时光之间，为了孩子看一眼大美之城，也为了麻溜记的新菜再做一次进步。是啊，每一个努力奔跑的男人都值得被看见。家庭是动力，事业是担当，这一路的忙碌是辛苦也是甜，陪家人的时候全心陪伴，做事业的时候全力以赴，这大概就是幸福加责任的最好模样。一个承担家庭、工作、事业的男人的一天，先是我妈一会儿坐飞机去成都，然后是我老婆陪着我，她是无私的陪着我。第3，我的2个孩子，我的丈母娘，我的阿姨也要飞到成都了。第4，我们公司的总裁安总要到成都来选址。一个打工人的一天，承载着公司、家庭，然后所有人的这个聚在一起能量。所以我们晚上成都见，我们会在那边待1周，我们还要去重庆，让我们的2崽崽看看重庆的那种大美之城的感觉。论打工人的一天最重要的是还要去重庆研发马六记的新菜。Let's go。随后，小玲玲终于到了，和兰姐在酒店会合。看兰姐笑的嘴巴都合不拢，和孙子甜蜜互动，
这大概就是最真实的隔代亲吧。小琳琳也一样可爱又活泼，一见面就问奶奶：“我帅爆了吗？”这一刻真是满满的幸福感。你帅爆了，弟弟，你知道你爆炸了吗？真的爆炸了，帅爆炸了。哪里爆？在烧水。这帅的那这简直给奶奶迷的五迷三道，粉丝都在说你爆了。美滋滋，美滋滋啊！哦，太帅了，都问小王子好，都知道你叫小王子，带货小王子。小样，人家问你好呢，你应该说什么呀，宝贝儿啊？你就发台小手招一招，快来，只能录发台小手啊！发福小手哦，发福小手，行嘞，发福小手啊！昨天，小梅带着小月儿和小玲儿现身成都太古里逛街，两个孩子全程佩戴口罩。马小梅身穿白色大衣，戴着棒球帽，在人群中依旧气质温柔。她弯腰认真挑选冰淇淋和小吃，还贴心地叮嘱摊主少放糖哦。小玲儿时不时主动靠近她，那份自然的依赖和熟悉感是藏不住的。小月儿披着长发，穿着棒球外套，安静地跟在一旁。马小梅不时帮她整理头发，还注意避开镜头，保护孩子隐私，一举一动都透着细腻与温柔。到了晚上，有网友又在成都的夜市偶遇他们一家人边走边逛小吃摊，气氛轻松又热闹，看起来真是其乐融融，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开心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们主要微微的。这个兰姐，我也喜欢听你讲。兰姐 ，Hello。其实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故事，有高潮，有争吵，有误会，也有重新靠近的那一天。看着他们一路走来，从风口浪尖到此刻的柴米油盐，从争议到陪伴，从撕裂到慢慢修补变好，你会发现生活从来不是完美的剧本，而是一次次跌倒后还能说我们继续向前吧，不要纠结过去，过好当下。所谓幸福不是突然就来了，而是经历风雨依然愿意把日子过得有烟火，有笑声，有牵挂。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这样的时刻。孩子笑着长大，家人慢慢老去，而我们依然相信爱。愿你我也一样一路走一路成长，希望我们都有能力把生活过成心里想要的模样，也愿这份团圆与陪伴继续在汪家发生、成长、发光，一家人慢慢靠近，稳稳相守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幸福又热烈。也祝汪家这份温暖一直延续，一家人早日汇聚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把日子过得踏实、热闹、心安。我现在会很快乐吗？就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很快乐的生活方式，跟一些小确幸。快乐这种东西你怎么说？如果你自己都想不开，你跟任何人都在一起都不会快乐。就你想得开的话，你做任何事，跟任何人待在一起，在任何的环境你都会很快乐。你们不老问我说什么？比如说我从台湾然后到北京，然后怎么样？就是我觉得你要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找点乐趣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你看吧，就像我每天的乐趣是什么呢？我是个爱吃，我是个吃货嘛。我每天就在网上、某书、抖音上刷任何就是今天可能又有什么新奇的好吃的，然后去吃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乐趣。你要找生活的小确幸，不然你在任何地方你都会不快乐。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真的适合一个人，但是我觉得人为什么身为人，就是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。